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慧慧思想洞见频道，一个专注于破解人性密码、揭露财富思维真相的频道。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。我把知识或者说信息来源共分为4个层级，能量从低到高，你吸收知识的能量层级越高，那么在你生活和事业中显现出来的威力就越大，得到的反馈就越正向。如果你认可我说的这4个层级，那么请你从今天开始一定要多吸收高层级的知识，不要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低层级的知识上了。新闻里的知识。新闻在报道某男星被妻子爆料，说他既嫖娼又出轨，道德非常败坏，我一定要把他的事业给搞垮，让他成为失德艺人。这时候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，当然你也不要相信男方的一面之词。你如果跳出圈外观望，就能看透事情的本质。这2个都是身家过亿的美国人，他们因为分赃不均而打起来了，而你只是月薪5000块的穷鬼，却还站出来帮其中的一方说话。像你这样的人数以亿计，这些人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吃瓜。名人裤裆里的那些破新闻几乎每个月每周都有报道，如果你喜欢去关注，那你就不用干别的了。如果你知道公关公司的主营业务，你就会明白了，只要是名人，他的一切新闻、励志故事都是编造出来忽悠傻老百姓的，没有例外。男的明星、大老板、各种 PC、包养小三、各种群 P 都是见怪不怪的，他们的大老婆一般也都是默许的。女明星还有部分男性鲜肉，在未出名前都是被频繁包养的，有的还能转送，比如老板花50万包养的明星，玩腻了就送给 B 老板了。不信你去看一下当今活跃的排名前10的男明星，今天没出事的，日后至少也会有1半人会因为裤裆里的事或者吸毒而跌落神坛。再去看看排名在前10的女明星，调查一下她们的真实背景，你会发现至少有半数人在未成名时是被频繁包养的，另一半之所以没有被包养过，是因为他们的老爸是企业家或者大官，穷苦出身的演员。你如果不愿意被潜规则，凭什么把戏给你拍，把你捧红？我有一个比较扎心的观点，只要你打开新闻，里面至少有90%的内容是假的，剩下10%的内容是颠倒黑白的。所以千万不要花时间在浏览新闻上，即使行业相关的新闻也不要去看，因为等到新闻播报出来之时，连屎都已经凉了，哪能轮得到你？反之，部分行业内部微信群、推特、YT 频道里反而能在第一时间获取有用信息和真实的内幕。学校里的书本知识，这个也很好理解，只要你读大学，你就会学习数学、英语、计算机、土木工程、设计等各种各样的知识。如果你读技校，你就会学习电焊、挖掘机、厨师等各种各样的技能，这些知识都能让你找到一份工作，不至于饿死，仅此而已。如果你想靠这些学校里的知识，从数以亿计的竞争者中胜出，实现屌丝逆袭，那就有点天方夜谭了。即使别人的技术只有70、80分，而你的技术达到了90分，你以为你就能因此跻身前10%的高收入、高幸福感的群体吗？别做梦了。等你进入社会之后，你会发现比你用功、分数比你高、期望薪资比你低、年龄比你小的人到处都是，密密麻麻的。负责招聘的 HR 会在第一时间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应聘者，然后把你刷掉。所以说，你想靠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来实现人生突破，难度系数有点高。还有的人进入社会之后，在某些社交场合自我介绍时，刻意强调一下他是北大毕业的，或者是某常春藤、某985院校毕业的，我就知道这个人还没有上道。他以为一个名校的光环在社会上就能赢得一定的地位和尊重。现实社会是很残酷的，
除非你进体制内，否则体制外的各种公司在给你发薪水时，只会看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利润。高学历如果创造不了高利润，那么要你有何用？当然，学历肯定是越高越好，只不过当你进入社会3年、5年之后，你应该清楚地意识到，想要突破下一个成长瓶颈，不是仅仅靠一个学历证书就能解决的，远远不够。机遇、贵人相助、个人努力、自身觉醒等其他维度的因素可能更关键。也就是说，在你20多岁或者30多岁时的某一个节点，你一定会发现，光靠在学校里学的知识，以及自己再次深造、再次精进技术、再次去读各种书籍，已经很难突破现有瓶颈了。这时候你就要考虑自己的知识应该升级了，这就引出了下面2个更高维度的知识。3、赚钱的知识，真正能让你赚到钱的知识，跟你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有一定交集，但是关系可能不是很大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同样是做程序员的，有的人在某个厂子里一干就是8年、10年，而有的人喜欢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他在上班的时候，随时关注着同行公司的发展以及他们的最新动态。当他们发现一个小厂崛起时，虽然名气远没有自己现在的公司大，但是这些小厂正在某一个新兴领域进行耕耘，而且初见成果，此时正在招聘合伙人。于是他就经过各种衡量和评估，辞去现有稳定的工作，然后加入了那家小公司，然后很快他就随着公司的成长而爆发了。当然，这家小厂也可能没做起来，最后倒闭了。但是这类人，他的思维始终是活跃的，目光是敏锐的，他总在观察行业的最新消息，以及同行公司发布的各种新闻和年报。而闷头苦干的人，接受的信息来源是单一的，那就是老板给自己画的大饼。还有一类人更厉害，他在打工的时候经常看一些如何当老板、如何创业的书籍，还经常参加各种创业大佬组织的分享会和微信群，接触到的人也都是创业者。然后他就想，我现在已经掌握了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环节，生产、技术、设计、销售我都比较了解，何不自己搭建一个团队？于是他就拉拢了几个老同事，组建了一个小团队，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活了下来，而且慢慢发展壮大。你去细数世界上所有大企业的发展历史，最开始都是这样做起来的。创业成功之所以是小概率事件，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人根本就接触不到跟创业相关的信息，他们看的新闻都是打工者爱看的八卦新闻，他们接触的人也都是打工者朋友，所以跟创业者实际上是信息隔离的。所以你如果也想跳槽到收入更高的公司，或者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，或者组建一个小团队成为创业者，你一定不能只顾低头钻研自己的技术，也要每天去关注打工之外的信息和知识。同一所大学毕业的学生，在刚刚毕业时都打了一份月薪几千块的工，但是10年之后，这批人的现状是天壤之别的。有的年入已经100万以上了，而有的还在拿着几千块的薪水。原因就是他们把8小时之外的时间花在了不同的地方。有的人一下班就去跟同事打麻将、聚餐，要么就是玩游戏、刷短视频，放假就去旅游、参加婚礼。有的人整天加班，周末都不休息，30岁了，薪水也就涨到了1万多，头发还秃了一半。有的人特别崇拜技术大神、销售大神，下班就跟他们学习，整天参加各种大佬组织的研讨会和微信群，自己也小有所成，也开始带徒弟了。有的人毕业2-3年之后就开始创业，接触的朋友也都是各个行业年轻的创业者，经过几番起起落落，现在已经身价千万。以上我说的都是传统领域的赚钱知识，而互联网时代、自媒体时代，赚钱的知识更是层出不穷。只要你愿意去探索和学习，你会发现
那些身价千万的90后，有做电商的，有做淘客的，有做自媒体的等等。总之呢，凡是那些有成果的人，他们一定是学习到了，或者摸索到了某个新领域的知识和玩法。你需要做的就是跟他们学习，或者自己摸索。只有当你有了这个意识之后，你才可能去读相关的书籍，参加相关的微信群，关注相关的自媒体频道，拜访相关的大佬，然后经过自己的实践和摸索，才能把这份赚钱的知识变成自己的。4. 人性和天道。很多人一听到有人讲思维、讲人性、讲营销，就都认为他们是骗子，是传销。这些人认为，除了技术性的知识之外，其他的一概是虚的，是骗人的。但是我想说，人性不可以不懂，天道不可以不遵守。比如我之前就说过2条扎心的人性真相。第一，没有人真心希望你过得好，包括你的父母、你的老婆、你的孩子，除非他们知道你赚到的劳动果实也有他们一份。其他的，比如朋友、同事、闺蜜等等，就更不用了。没人希望你过得比他好。第二，好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当的，不是你对别人好，喜欢帮助人家，喜欢借钱给人家，人家就对你感恩戴德。富人如果一直无条件帮助穷人，只要停止援助的那一天，就是仇恨产生的那一天。这些东西，学生或者打工者听了都很刺耳。一旦你有过几次扎心的经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些话都是至理名言，为什么不早点相信？而天道更是比人性高一个层级的东西。比如，你去帮助几个文化不高的农民去做一件事，去搭建起一个小型事业，那么最终他们一定会因为分赃不均而打起来，把事情搞砸。任你的管理水平再高，他们的属性决定了，他们不可能心平气和、理性的沟通。出事时一定会互相埋怨、互相指责，分配果实时一定会奋力邀功、打压别人。不光是做事情，在社交、婚恋等方面，一旦你跟这种人纠缠起来，那么最终一定会被反噬。人性和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如何获取这个维度的知识呢？一方面，你可以多看我这类频道的作品，然后结合自己的现状去反思，去琢磨我说的到底对不对。另一方面，还是要多经历、多思考。遇到自己不理解的事情时，先不要动情绪，而是要思考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展，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？这些人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，做这样的事？是什么样的属性决定了他们的思维和行为？你善于观察和思考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周围的人和事都逐渐变得透明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分享到此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视频对你有启发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转给你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